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0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美联社：美国下个月放宽口罩要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在制定指导方针，该指南将在下个月放宽全国范围内对飞机、公共汽车和其他公共交通的口罩要求，但现有的佩戴口罩要求将延长至4月18日。该要求由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强制执行，原定于3月18日到期，但延长了1个月，以便公共卫生机构有时间制定新的、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截至3月3日，超过90%的美国人口居住在 COVID 感染率较低或中等的社区，因此政府不再建议在室内环境中使用口罩。美国加密货币行政令的意义是什么？美国总统拜登周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审查加密货币的风险和收益。美国政府还将探索美元的数字版本。加密货币监管最终会在美国生效吗？这项行政命令终于确定美国政府对数字资产的明确立场。美国总统已要求他的政府深入研究加密货币对该国的风险和收益。重点是6个关键领域：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非法活动、美国竞争力、负责任的创新和金融包容性。消费者保护似乎是行政命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由于缺乏监管，影响投资者的加密货币相关骗局的数量只会增加，报告也很多。除了消费者保护之外，总统的行政命令还要求联邦机构采取前所未有的协调行动重点，以消除生态系统中的非法活动。由于该系统是全球性的，政府希望建立国际合作，以便最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数字美元会来吗？白宫的部分文件旨在使美国在开发加密货币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优势。现在，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在其境内禁止了加密货币的交易。美国总统指示商务部建立一个框架，以推动美国在数字资产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并利用数字资产技术。最后，拜登政府还希望探索数字版美元的想法。虽然行政命令没有具体说明美国是否真的会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但他确实呼吁紧急研究和开发这种国有货币。这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早就应该实施了，尤其是在中国推动民众采用其数字人民币之际。最后，还提出了能源需求的问题。美国总统希望政府研究如何使加密创新更加负责任，以减少对气候的任何负面影响。欢迎 Elon Musk 的2号宝宝 Y 诞生。加拿大音乐家和艺术家 Grimes 无意中宣布与特斯拉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通过代孕妈妈生下第2个孩子。在接受 Vanity Fair 的独家采访时， Grimes 说，这个名叫 Exa Dark Sidereal Musk 的女婴出生于12月。这对夫妇还将他们的女儿称为 Y。新孩子的名字很复杂。Exa 指的是 exaflops 或者超级计算机每秒执行1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黑暗指的是未知。Sidereal 是恒星的超级精灵的拼写，是天文学家用来定位天体的计时系统。Sidereal 也参考了 Grimes 最喜欢的指环王角色 Galadriel。2020年3月，他和马斯克迎来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一个名叫 XA12 的男孩。这个名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原因显而易见。虽然许多人想知道如何发音，但有些人想知道它是否合法。因为2021年9月有报道称2人已经分手，但 Grimes 表示这并不完全正确。起初 ，Grimes 对谈论婴儿犹豫不决，他说：“我不能自由谈论这些事情。无论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孩子们需要远离这类绯闻。”最终，他承认为他们的女儿使用了代孕妈妈。参考消息网：美国在海外藏着多少生化秘密？
俄国防部3月6日揭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消息，美官方至今一言不发。然而，如果细梳理包括西方媒体及美英的部分科学界人士自己近年来有意无意透露的种种消息，就会发现，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的秘密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美在俄周边乃至在全球多国的生化实验室，其深不见底。首先，最早的质疑并非源于俄方，恰恰来自乌克兰本国的意愿。俄国防部最新的披露，只是近年来俄方对于美国军方在一些前苏联国家设立生物实验室涉嫌秘密研制生物武器的重重质疑之一。俄国防部6日公布了乌克兰学者交给他的相关文件，五角大楼出资在乌开设了15个生物实验室。在俄对乌军事行动后，美驻乌使馆迅速删除了相关介绍，实验室紧急销毁危险病原体库存。2020年4月，乌议员在最高拉达提出问题：乌克兰境内的美国秘密生物实验室在做什么？最早收到的回复非常惊人，美方首度承认了实验室的存在。美国大使馆网站还发布了一份声明，辩称这个从1993年开始的美国防部在乌克兰的应对生物威胁计划，是为了确保病原体和危险有毒物质得到共同的可靠保护，是为了可以开展和平的研究和研发疫苗。然而，就在乌克兰人上处在惊愕中时，美国大使馆很快又删除了声明。其次，令外界觉得更诡异的是，在这些海外合作计划中，与当地卫生部门接洽的机构却是美国国防部。也就是说，由五角大楼所辖机构直接出资管理和运营在他国的生物实验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发现美在海外开设的生物实验室与当地爆发罕见传染病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2019年，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不明原因的麻疹和水痘疫情，乌克兰爆发了非洲猪瘟和鼠疫。俄罗斯总防疫医师安娜·波波娃在独联体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发言时，边展示地图边提醒与会者注意。第一张是世界各地的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实验室的分布图。第二张是爆发新流行病的中亚地区分布图，两张图高度吻合。概言之，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根本经不起深挖和追问，至少有以下几大疑点。其一，职能上，美国官方一再辩称，用于所谓和平用途协同合作的实验室为什么对外界秘而不宣，在海外做好事不留名，难道是美国外交的一贯作风？其二，地点上，这些在冷战结束后新设立的实验室为什么不设立在美国本土或是欧洲国家？从目前的信息看，美国海外新增生物实验室大多设在前苏联范围的一些国家、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这难道是因为美欧已如此先进，不需要此类实验了，还是某些类型实验的极度危险不宜在美本土增设？其三，机制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接受相关核查的建议？其四，数量上，美国在全球到底还有多少个生化实验室？美国在世界各地生物实验室的数量高达200多所，其中大多数分布于俄中两国周边。美国究竟能否回答，它到底在海外还藏了多少得保的秘密？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